京东12月4号发了一份声明，说他们是受害者，被诺亚和程星系的公司诈骗案给坑了。在那个骗局当中啊，程星系用了假的京东公章、假的京东员工信息，还有假的京东的交易数据，成功的愚弄了诺亚财富和歌飞资产。结果是歌飞资产损失严重，罗静这帮骗子都已经被定罪了。可是诺亚财富和歌飞资产非得拉着京东来当替罪羊，继续误导投资人和公众。京东的刘强东对决诺亚财富和歌飞资产的汪静波背后，是一场匪夷所思的金融骗局。这个诈骗案当中的主人公叫做罗静，他被称为商界花木兰，因为他和诺亚财富的创始人汪静波有一个共同的女商人圈子，叫做木兰会。这个圈子里面还有格力的董明珠、赵江南的张兰等等，是典型的女强人俱乐部。其中呢，汪静波的诺亚财富是专门给有钱人做理财的公司，他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美股和港股都上市了。当然有了木兰会好闺蜜这层关系，发现金融来钱快的罗静就差一个好故事。罗静自己有一个程星系的公司，但显然值不了多少钱，于是他就把目光转向了京东和苏宁作为他的供应商。他和这两家有合作的关系，但是货物销售之后呢，不会立即收到款项，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是行业的一个常规做法，也就是应收账款。由于这些款项是应收未收的，因此它具有现金价值，可以用作抵押或者向投资机构进行融资，而且还有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凭证。那罗静从诺亚财富那儿抵押出来的钱呢，全部投入了股市。本来他在股市交易当中是有赢有亏，但是A 股市场也是充满着各种骗子。最终呢，罗静在一家名叫博信股份的股票上遭到了暴雷。这家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5.66 亿元，增长了17倍，但是利润却亏损了5200多万，股价一路下挫，每年亏损几十个亿。罗静不仅需要弥补损失，还要偿还融资所带来的巨额利息，这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仅凭他的广州程星和京东苏宁现有的供应链应收款项都已经不够了，罗静没有办法欺骗他人，所以他最终只能继续欺骗他的好闺蜜汪静波。为了借到更多的钱，他就需要有更多的应收账款。像京东和苏宁这样的优质公司市场愿意相信他们，于是罗静就下定了决心，直接伪造了一系列的京东和苏宁的合同发票、应收账款的确认函。汪静波和诺亚的专业投资机构的尽调团队认为自己已经很谨慎、很认真地进行了尽职调查了，他们的审查过程呢很严密，是罗静这个骗子做的假材料太天衣无缝了。罗静不仅欺骗了诺亚投资，还欺骗了京东。他事先得到消息让自己的人混入京东和苏宁，以假名义成为员工，抢先拦截进来进行调查的人员。诺亚要核实京东的应收账款，罗静就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假的京东供应商平台，而且租了一个服务器，以掌握所需要的数据。他一次又一次地骗过了诺亚的尽调团队。然后呢，诺亚要求向京东发函确认，罗静事先设下了埋伏，精准拦截了寄往京东的快件确认函。最后一步签署合同就更容易了，罗静直接用伪造的萝卜章就完成了。通过这种手段，他先后从诺亚等金主那里借到了300个亿。受害者也不仅限于京东和苏宁，还扩展到了湘财证券、云南信托、魔山保理等企业。一般来说罗静的这个连环诈骗当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就没有办法骗到这么多的钱。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连续多年都诈骗成功呢？显然诺亚内部也有叛徒，没有内外勾结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是 A 股表现不佳，罗静将左手倒右手或许可以盖住，但是 A 股市场专门应对各种不服，可以跌出各种牛鬼蛇神。当罗静发现她的续血无法继续供给的时候，她再次找到了汪静波，希望闺蜜能帮自己解围。但是汪静波也是一个狠人，因为他已经在罗静那里亏了35亿，所以他直接把罗静堵在了办公室，并且报了警。罗静被警察当场带走。至此，这场惊天骗局才得以逐层揭开，公众就质疑了，国内知名的财富管理机构竟然如此容易被欺骗吗？截止到2019年立案的时候，
罗静已经累计骗取了包括诺亚财富在内的金融机构一共300多个亿，实际造成的损失呢是88亿，其中诺亚旗下的歌飞资产损失呢将近是35个亿。这笔损失主要来自于他们设立的一个叫做创世核心企业系列私募基金。诺亚公司被骗走的这35亿啊，跟他们派去成星系公司做生意的人有关。根据法院判决书显示，成星系公司的老板罗静指使员工罗某多次行贿给诺亚的相关负责人，这些负责人呢，利用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地位，收取了罗某超过300万港币的贿赂，折成人民币啊200多万。最终，罗静因为合同诈骗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上海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罚款是2010万元。而那位负责人方某某因为受贿，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了3年有期徒刑，罚款10万元，并且没收了相关的赃款。